上集我们说到，邓肯承认了马哈特曾经是自己的老师，这段跨越人类与魔族的过去，也随着他的讲述逐渐浮现。邓肯解释道，马哈特是少数能使用多种人类魔法的魔族，自己年幼时便曾在他的指导下学习魔法。芙莉莲听到这里，立刻察觉不对，当即询问邓肯的年龄。在得知邓肯已经78岁后，芙莉莲顿时就很疑惑，表示这时间点明显对不上，因为马哈特是在60年前才戴上支配十环。邓肯这才补充，早在80年前，马哈特就已经侍奉于唯一子的领主以及格鲁克家族，而支配十环是在20年后才被戴上的。而领主之所以让马哈特戴上支配十环，并不是为了控制他，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因为在那之前，马哈特对领主一直表现得十分友好，至少他从未违抗过任何命令，甚至自己当初也觉得根本不需要用十环来限制他。但如今回头看，那个时代的唯一者本身就异常到不可思议，因为那是一个人类与魔族共存的地方。芙莉莲听完后一时之间没有回应，而邓肯则反过来询问。经过刚才与马哈特的对话，芙莉莲觉得他们现在的胜算究竟有多少？然而芙莉莲却表示很遗憾，自己的结论和邓肯是一样的。以目前的现状而言，在刚才的会面之中，如果马哈特真的有意动手，他们所有人都可能在瞬间被变成黄金，而且那对他来说并不困难。邓肯点头表示理解，但也忍不住追问，既然如此，芙莉莲刚才又为何要刻意去挑衅马哈特呢？芙莉莲听后并没有回答。邓肯也察觉到他还隐瞒着某些原因，不愿说明。芙莉莲则坦言道，自己并没有打算瞒着邓肯的意思，而是目前还无法完全确定，有太多变数还没有厘清，反倒是邓肯这边应该已经隐约掌握了一些胜算的可能性吧。毕竟他已经读取了马哈特的记忆，但邓肯却摇头表示，自己还没办法完全解析那些内容，因为记忆的量实在太过庞大。艾迪路当时将马哈特将近100年的记忆全部交给了自己。芙莉莲听到这里也不禁露出惊讶的神情，居然能透过接触就读取到如此庞大的记忆。艾迪路在精神魔法上的造诣确实相当惊人，邓肯也承认，如果只靠自己一个人要完全解析这些记忆是必要花上很长的时间。芙莉莲听后当即表示自己明白了，就让自己来帮邓肯一起解读记忆吧。而秀塔尔克听到这里也忍不住震惊，没想到芙莉莲竟然连这种事情都做得到。芙莉莲这才补充说明，自己虽然不擅长精神魔法，但只要取得记忆持有者的同意，还是能协助进行解析。邓肯听后也诚心向他道谢，并表示这份恩情自己一定会记住。接下来就让两人一起从这些记忆之中找出战胜马哈特的可能性。随着话音落下，马哈特的记忆也正式共享给了芙莉莲。与此同时，此刻的马哈特在结束了对话后，也对刚才的交流产生了兴趣。一个想与人类共存的魔族，为何要亲手杀死了如此之多的人类？芙莉莲的这个问题实在问得太好了。对于马哈特而言，人类与魔族之间的感性差异的理解，正是能否实现两者共存的关键，这也是他长久以来不断追寻的答案。他知道芙莉莲此刻应该也已经透过邓肯开始阅读起自己过往的记忆了吧，但马哈特并不会在意，反而想让芙莉莲随意地欣赏自己的记忆，然后为了人类与魔族的共存而厮杀吧。或许这样也能让自己找到那个一直在苦苦追寻的答案吧。于是画面回到了100年前的某一天，那一天的马哈特如往常一样接到魔王的命令，前往摧毁一个人类的村庄。在他漫长的岁月中，这样的村庄早已数不清，而眼前这个也不过是其中之一。然而在这场屠杀之中，一名神父却不断对他提起恶意与罪恶感这些词语，这些词语马哈特早已听过无数次。然而这名神父以往那些临死前求饶的人类不同，他最终选择停止了言语，只是静静地看着马哈特逼近。马哈特因此感到疑惑，质问他为何不继续求饶。而神父在听到这句话后，只是平静地回答，看来你果然无法理解，并露出一种带着怜悯的神情。这样的反应让马哈特感到不悦，随即挥刀将神父斩杀。但在那一瞬间，他的内心却浮现出疑问，自己明明知道那些词语的意思，却无法理解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他能分辨出这是恐惧，知道这个是愤怒，知道这个叫着悲伤，也能理解杀意来自仇恨与憎恶。但恶意与罪恶感究竟是什么？对人类而言理所当然的情感，为何魔族却无法理解呢？这个问题成为马哈特第一次真正对人类产生兴趣的契机。于是他开始尝试去理解人类，但对于只懂得以杀戮作为手段的魔族而言，即使屠尽整个村庄，也依然无法触及那些情感的本质。但就在马哈特准备离开之际，他却察觉到暗处还有人类潜伏，于是冷声让对方现身。他是绝对不可能等到自己露出破绽的那一刻的。那名男子闻言也缓缓走了出来，表示自己是北方诸国的骑士。马哈特听后只是淡淡回应，看来自己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了。人类总是会有这种不知死活的家伙出现，这次他就当作没看到自己吧，反正自己本来也打算离开了。但骑士却毫不犹豫射箭阻拦，表示自己可不能就这样放他离开。皇帝陛下已经亲自下令，要将今晚袭击村庄的魔族全部歼灭。
然而面对铺天盖地的箭雨，马哈特却轻松闪避所有攻击。骑士冷声说道：“看来你今天并没有将村庄变成黄金。”马哈特听后反问道：“没有变成黄金又如何了？”哪知骑士却开口表示，至今为止被马哈特袭击的村庄，有一部分被马哈特变成了黄金，有一部分则维持了现状。看来马哈特的魔法需用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才能发动吧。说罢，他的攻击就变得更加猛烈，宣称自己是绝对不会给马哈特任何空隙的。这样一来，他就无法筹集发动魔法的条件了。但马哈特却觉得这样的推论十分可笑，反问人类为何总是在战斗中想这些复杂的事情，甚至反问对方：难道人类在移动自己的手脚前，也会先思考每一个步骤吗？自己现在就可以将答案告诉他，这只是自己的心血来潮而已，自己的魔法根本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前提。话音刚落，骑士就突然察觉身体开始逐渐黄金化，甚至来不及询问原因，整个人就在瞬间化为黄金。马哈特这才淡淡补充道：如果你是想问我为何不一开始就使用这种能力，那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因为那样实在是太无趣了。对他而言，人类苦练的一切技巧与武艺，在他的魔法面前都是毫无意义的。这样的战斗真的还能被称为战斗吗？自己在这样的战斗中根本感受不到任何乐趣。随后他就离开村庄，来到了另一处的海岸，只见一名魔族正蹲在沙滩上观察搁浅的虎鲸。马哈特缓缓走上前，表示自己听说这里有个热衷于研究人类的魔族。对方闻言也大方承认，并报上自己的名字索利提尔，甚至主动伸出手示意。但马哈特并没有回应，只是蹲下来观察那头巨大的虎鲸，说自己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鱼。索利提尔则轻笑回应：这样啊，果然看起来确实就像一条鱼一样。之后他就将马哈特带回自己的据点。马哈特看住里面挂着的骨骼标本，好奇询问是否就是刚才那种鱼的骨骼。索利提尔则解释道，有其中一个是，但这两个骨骼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物。不知道马哈特是否有听说过趋同进化。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他开始说明这个概念是魔王教给他的，就像眼前这两个类似的骨骼标本，一边是鱼类，另一边却是哺乳动物。虎鲸的祖先原本是生活在陆地的物种，但经过漫长的演化后，逐渐适应海洋生活，最终外形变得和鱼类极为相似。虽然如今两者看起来几乎一样，但本质上却是完全不同的生物，这样不是很有趣吗？马哈特随后也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疑惑，但索利提尔却觉得魔族没有罪恶感和恶意这种情感是必然的，因为如果他们在欺骗人类后会感到心痛的话，恐怕他们魔族早就灭绝了吧。但就当马哈特询问到什么是心痛时，索利提尔则表示那是他们一生都无法理解的感情，不论是与人类相似的外貌，还是语言，甚至是相近的行为举止，全都是为了欺骗人类而获得的进化。所以无论形式是如何的接近，魔族与人类之间永远存在巨大的差异，本质上仍是完全不同的生物。因此他希望马哈特能够理解这点，无法理解人类的情感对于魔族而言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已。马哈特此刻的行为就只是在浪费时间而已，但马哈特却依旧认为，要能理解人类的情感，或许就能找到与人类共存的可能性。反正他们魔族有的是浪费不完的时间。索利提尔听后虽然并不认可，但还是打趣地表示马哈特还真是有趣，竟然会想要和人类共存。然而随后不久，同样身为七崩贤的修拉哈特却找上了马哈特，表示要让马哈特与他们一同前往讨伐南之勇者。